据韩媒报道，在韩美结盟70周年和韩国军队建军75周年之际，美韩两国军队25号在京畿道抱川市盛进科学化训练场启动联合协同火力歼灭训练，规模创历届之最。尽管目前朝鲜方面仍未做出直接反应，但由于此次训练地点靠近38线，朝鲜已提前发出警告，批评尹锡悦政府按美国编写的战争脚本行事，并警告将采取相应的回应。与此同时，日本陆自也启动年度国内最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一时之间东北亚地区烽烟四起，火药味十足。此次美韩联合协同火力歼灭训练共进行5场，除了25号的首场之外，还将于6月2号、7号、12号和15号举行。据韩国国防部此前介绍，韩美两军2500名士兵、610套武器系统参与此次演习。本次演习将是韩国军方计划引进的有人、无人复合体系尖端武器系统的最大规模展示，大量新式武器力量将被投入到演习中，包括 F-35A 隐形战斗机、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K2坦克、春5多管火箭炮及其他武器系统。此外，韩国军方招募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博主来宣传活动，并邀请约1500名民间观察员参加演习。在这个现在美国面临这个内外的很多挑战的情况下那么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明智？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已经是在两党在这个上限问题上达成妥协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是不是他会可能在外交问题上或者军事问题上、安全问题上会做一些比较极端的、比较过激的这行动，从而呢也是为国内的窘境包括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的窘境，那么做一些掩饰。那么美国向来都是祸水东引，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祸水东引的一部分？我们也静观其变。美韩首次联合协同火力歼灭训练1977年举行，至今共进行了11次。值得一提的是，此项演习曾在文在寅政府执政时期中断，今年的演习是时隔6年后启动，且规模创下近50年之最。观察指，其一是为了彰显美韩同盟的军事合作又进了一步。今年是美韩同盟签订70周年，在这样的节点重启实弹演习，实际上在向外界表明，韩国尹锡悦政府希望进一步展示所谓韩美同盟的层次。二是尹锡悦政府上台以后，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尤其是想通过加强韩美和韩美日三方的军事合作，在朝韩的对抗甚至是对峙方面来获得优势。外界就注意到，此次演习的地点非常敏感，靠近38线。尽管目前为止朝鲜方面尚未做出直接反应，但朝中社本月19号就已发表题为《战争挑衅活动没完没了，其终点在哪里》的文章，批评尹锡悦政府按美国编写的战争脚本行事，狐假虎威，并警告美国和傀儡好战狂们的疯狂核战争闹剧将付出相应的代价。实际上，当前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取向在韩国国内也面临强烈争议。韩国媒体和学术界有观点就指出，尹锡悦政府让韩国成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的所谓忠实伙伴，但这一外交政策取向能否为韩国带来实际利益，值得怀疑。韩国舆论普遍担心，韩国政府正在成为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新冷战的重要推手。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韩国方面对美国的头线或者说叫投名状，就是说韩国呢现在已经走入一个误区走入一个极端。就是说，他是觉得对美国也好，对日本也好，这个奴颜卑膝就可以这个证明他的正确性和他的未来得到保障。在这个半岛局势比较紧张的状态下，然后这种事情呢就特别的过分，而且他的很多的做法已经是超出以往的状态了。所以说这个是等于说是火上添油。值得注意的是，美韩在半岛展开最大规模实弹演习的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27号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年度国内最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深圳卫视驻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当天在现场观摩了此次演习。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它有2大重要的关注点。首先呢，这是日本去年底出台新的国家安保战略和防卫大纲以后，强调要全面加强综合快速反应作战能力。那么特别是可以拥有对敌基地进行反击能力以后，首次展开的综合的火力演习。也就是说，富士军演
已经从过去专守防卫的夺岛的那么一些演习，变成了集中力量来展示综合性的岛屿的防卫、岛屿的夺回以及岛屿的作战。当天，日本防卫相冰田健一来到演习现场视察。据了解，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规模跟去年相当，总共出演兵力达3000多人，实用弹药约40吨，耗资大概8.5亿日元。总共出动16式高速机动战车、10式坦克以及36辆各式战车，同时还有87式自走机关炮、99式自走炮、155毫米榴弹炮、CH-47运输直升机、MV-2鱼鹰运输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陆自车载电子战战车，也就是所谓的 News 系统也参与演习，显示了日本今后将重点发展电子战装备。那么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呢，现在仅仅限于日本富士一些干部培训学校的一些士兵来进行参观。那么这不仅意味着57年来每年一次接待民众现场观摩的那么一个历史画面画上了句号，而且更蕴含着富士综合演习去除了一些表演性的演示性环节。那么这一次的演习呢，明显可以看出非常贴近实战化，包括所有的战车多用伪装饰等等。那么而且也没有很多解释性的东西，直接就是真枪实弹操演。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宋先生，美韩于25号启动史上最大规模火力歼灭联演。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27号也举行了年度国内最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近期，美日韩3国形成安全同盟的声量日增，这样的演习是巧合还是存在某种联系呢？这里面有2点。第一点的话，美日韩3边军事同盟正在形成，而且这种形成完全是符合美国的实际利益。那么表面上来看的话，美日韩3边军事同盟建立是针对朝鲜，其实是针对的是中国，也就是把美日韩3边军事同盟纳入到印太战略之中，纳入到美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之中，这就是美国要达到的目标。那么3边军事同盟所建立的是攻防兼备的作战能力。为什么说是攻防兼备作战能力？就是因为美日韩3国已经演练了联合反导，演练了联合反潜，演练了联合防御，在这个基础之上，也需要各自来演练实际攻击能力。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现在所提出来的都叫源头攻击。什么叫源头攻击？就是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要对其他国家要造成实质性的威胁。所以美日韩3边军事同盟所建立的并非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建立的是一个攻防兼备，甚至是以进攻为核心的军事组织。这个呢，也将会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极大的挑战。当然呢，从日韩2国来考虑的话，就是打造这样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3边军事同盟，并非能够给这2个国家带来和平。这2个国家还是要好好的考虑考虑，你们究竟是属于哪个地区的国家。而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才应该是各国之福，而不是伴随美国的印太战略给相关的区域制造更多的麻烦。日本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虽然是年度惯例，但在日本提出提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后，您认为这次演习是否出现了相应的新变化呢？实际上，无论是尹锡悦代表的韩国政府，还是现在岸田文雄所代表的日本政府，都在打造攻势战略。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讲的话是有帮助。美国现在在印太地区不断的制造麻烦，是希望这2个小兄弟能够帮自己来参与印太战略。但有一点需要提醒日本和韩国这2个国家，日本和韩国这2个国家距离朝鲜、距离中国、距离俄罗斯不是很远。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如果伴随美国的印太战略，甚至来帮助美国来对抗这些国家，我觉得这2个国家应该深刻认识到一点的话，就是自身的国家安全未必可保。什么意思？也就是源头打击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纵深目标实施打击，但是不要忘记，这2个国家也在其他国家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内。无论是朝鲜、中国、俄罗斯都是一样。
那么，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你帮助美国来实施遏制其他国家的战略，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千万不要迷信自己在外面制造了事端，对其他国家的纵深目标以及某些域外的目标实施打击，自己不会被报复。整个日本海只有大概600公里的跨度，那么作为现代战场来看的话，这600公里的跨度是很少的。在2战期间，日本就已经变成了战场。那个时候，日本是军国主义，是法西斯。那么现在，日本如果还想再步过去之后尘，我相信等待韩国和日本的也将会是悲剧的结果。所以，历史应该记住，才不会重演。如果忘记了历史，我相信历史一定会重演。好的，谢谢宋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